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BMW Malaysia 最新的 i5 eDrive 40，它跟我第一次介绍的时候，改了很多的 spec， 但价钱差不多都是从399,800块起，加上 Extended Warranty 跟 Service Package 是420,100块。那 EQE 350 Plus AMG Line 的售价也大概是420多千左右。这一次的更改呢，就从11 kW 的 AC。加快到22 kW 的 AC， 所以原本需要8个小时15分钟充到满，现在只需要4个小时15分钟。所以22 kW 的 AC 是这个 i5 跟我上一次介绍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差别。那 BMW Malaysia 旗下的其他车型，像 iX 等等，也是更新到22 kW 的 AC。当然，因为22 kW AC 这个东西在国外是一个附加选项，所以 BMW 就必须要拿掉一些 spec 去补这个洞，这样子啦。它拿掉了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它拿掉了这个全景式的玻璃车顶，然后这边同样有这个水晶的旋钮，但是水晶排挡杆，整个 Crafted Clarity 拿掉，座椅呢也少了 Ventilation Seat 通风椅的功能。再来呢，原本的轮圈是21寸，现在跟它缩小到20寸。但是因为20寸其实也蛮大了，你看这个轮圈的样式，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轮圈啦。而且对我一个驾电动车的人来讲，我觉得轮圈小是好事来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的轮圈小1寸，续航里程就可以提升多50公里这样子。当然，撇开这些 BMW Malaysia 在设备上的更改啊，那在过了半年之后，我再试驾回这个 i5。我依然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开的车子，因为 i7 已经足够好开，但 i7 真的是太长、太大辆，空气悬挂等等，我觉得有时候会，它不太适合给你一个人开，你会有很大的这个寂寞感。那 i5 或者说 G60 的5 Series 它就更加的接近，它就比较像是一个 driver's car 啦，你一个人驾也无所谓的，你不会 feel 到那种一个人住到大间屋子的感觉然后我上次介绍的时候 BMW Malaysia 还没有推出这个 520i 嘛，就是 petrol version 的，那现在520i 大概359千，然后设备上跟它完全没有得比。你知道我上来看这个车子，其实除了该讲的东西之外，大部分东西都保留。像我现在坐着的这个 Merino Leather， 你知道 BMW 旗下有很多的皮革，有 Dakota 皮革，有 Napa 或者你知道吗？可是 Merino 是一个最顶级的全真皮座椅，它无论是表面或者是你坐起来的时候，更感觉都是7 Series 的，而且它还有这个 Integral Active Steering， 也就是 Rear Axle Steering 后轴转向系统。我进我家的 Car Park， 我在做一些 U-turn Shopping Mall 等等，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轴距没有像7 Series 这么长，还给你后轴转向。然后再来的就是这个655万18个 speakers 的这个 Power and Wilkins 的音响，你现在去买376,700块的520i M Sport 是205万12个 speakers 的 Hi-Fi 音响系统，连 Harman Kardon 都不是。在没有免税之前，你很难在 BMW Malaysia 的车子上面看到 Power and Wilkins。420,100块买一个电动车可能会偏高，不过你不用去烦它的那些 spec 啦 ，OK， 你要 ADAS 它也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全部东西都有给你在这边。然后这个14.9寸的 Curved Display， 像我要用 Apple CarPlay Wireless 的，你要用 Cable 也不能了，因为它把那个连接手机的 Cable 地方抽掉了，所以你就只可以用这个 Bluetooth Connect 它。我们现在静止加速 ，and 3, 2, 1 go。拜。它的0到100是6秒，因为它只有一个马达 Single Motor， 但是是 Rear Motor 后马达，所以后马达有给你340 PS 430牛证明的0到100 6秒。那 G60 的530i Mild Hybrid 可以做到 5.9 秒，所以就动力上呢 BMW 我相信是刻意把这个 i5 eDrive 4D对标在530i 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 BMW Malaysia 目前的520i 它是卖350多千，所以如果它真的要卖530i， 我相信这个价钱会跟它 overlap 到啦。但你问我的话，如果真的有530i 那个 B48 引擎2.0L 的4气缸 Turbo 加上一个48伏的 Mild Hybrid 系统，如果价钱一样，不要考虑折旧啦，我还是会选择这个 i5， 因为虽然感觉上它是6秒，不过你无时无刻你要加速，你只要一点
你什么德国车都不过来的 ，PHEV 也不过来，反正 PHEV 还会 feel 到以前的5301那种感觉啊，你会 feel 到那种累赘感啊，就是电池没有电，你又不懂车子要做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比汽油版的5 Series 舒服很多啦。因为以前我印象中 BMW 的这个系列啊 ，G30 就是很挑很硬。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哦，还是买 Lexus 好了 ，BMW 太跳了。这不会，现在他们把 suspension tuning 到，它还是 adaptive suspension 啊，你可以在模式里面去调整。可是它是很舒服，它真的就像是一个比较小辆的 i7 这样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但是它还是有一些怎么讲？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小瑕疵啦，像它就没有为它使用这个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所以你不用跑很快啊，你只要一过了120。一再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个风声是无可避免的，真的是很明显那种感觉，会有一点啊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因为现在大部分你看电动车，可能200-300千的电动车都会标配这个双层玻璃给你啊，因为 Mercedes 也是这样子的 ，EQE 所谓的 E 系列啊 ，E Class 他们也是没有给你。Mercedes 我上次看到好像是这个 EQS 才给你，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没有跟厂家要求，还是他们觉得说厂家不 care 这个东西。那你问我的话，我个人非常在意啦。我不是讲 i5 而已，我之前介绍这个奥迪的 e-tron GT 的时候啊，奥迪 e-tron GT，come on， 这个也是500-600千的车。也是给你单层玻璃而已，所以 even 是Taycan啊，我们讲 base spec 的Taycan也是单层玻璃，它要去到Taycan Turbo 才给你双层玻璃，就我觉得这辆车已经很完美了。这个 BMW， 你讲驾驶模式，我可以去到Expressive Mode， 它的那个改变 Iconic Sounds Electric， 交响乐很和谐很祥和，然后你去到 Relax Mode。我在这个 iX 也体验过，我在 iX1 也体验过，所以这不是在 i5 身上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辆真的是它可以说是我这1-2年里面试驾到本 segment 里面这个 E segment E sedan 里面它是最好的，没有之一。EQE 不够它啦，因为 EQE 牺牲掉头部空间，就是哪里不对啦，然后里面又不够怎么讲太多依靠 touchscreen 的东西啊。那至少 BMW 它还保留了很多实体按钮，在用起来上面是很容易去上手啦。你要加速，然后Regen 的话呢，我这几天驾了很多 BMW Mini 的电动车，我已经习惯把它的这个 Regeneration BMW 叫什么 Energy Recovery set 去 low， 因为它的 Adaptive 是不自然的，非常不自然的，它有时候会突然间帮你踩 brake 这样子，你会 feel 到那种不协调的感觉，所以我用 BMW 电动车的方式就是我把它 set 去 low， 不管它是 mini， 不管它是 iX1、iX2， 给它去 low 的 energy recovery， 然后你回去界面过后，如果你真的要 one pedal mode、single pedal mode， 像 Tesla 这样子，你就把它推去下面，它就进入 B mode。那当它进入 B mode 过后呢，它就好像是Tesla 的那个 default mode 这样子。我比较 prefer 用 B mode 啦，我只需要一个踏板，我加速，我松开自己 brake。我已经可以抓到精准了，不过的话稍微补一点 brake 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给我选的话，我会比较 prefer 像 Mercedes 跟 Audi 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呢，给它去 design 一个 deceleration pedal，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换挡拨片，给它去改变这个 regen 的 level。那 BMW 你就必须要先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你才可以去 adjust， 所以 why not 就把它放在这边。但 BMW 这个东西有它的用处啦，因为它是一个叫 e-boost 的功能啊，所以当你 click 下去过后，它可以在短暂的10秒里面提供给你额外的瞬间扭力，就很像这个 Porsche 的Sport Chrono 里面的 push to pass 的 button， 把那个在 Porsche 也是一个附加选项啦。所以当你按下去过后，10、9、8 go。那讲到这个 Boost 功能呢，它就不是 BMW 电动车的专利，因为我之前介绍这个3301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功能啊，特别是在 PHEV 啦，因为 PHEV 他们可以利用电池这种马达去榨出额外的这个马力这样子。那今天这集只是给大家温故知新，复习一下 BMW 的一些最新的 i5。如果你现在很喜欢 BMW 5 Series 你觉得我都花了350多千去买一个520i。Why not 我加那一点点，我就可以上来一个 i5， 我可以拥有几乎是所有 BMW 7 Series，I mean i7 的那些设备等等只是差别是它没有 Rolls-Royce 的那个电动式
自动开关车门啊，but that's okay，I mean 你买自己驾罢了，你不需要那个东西，对不对？那 i5 的这个尺寸大小是刚刚好，你要载人载东西，长途 cruising 它又安静，它又舒服，你可以好好的沉淀你自己，好好的沉浸你自己，静下心来去想东西。BMW 马来西亚它还有卖多一个叫 i5 M60 的嘛，0到100是3.8秒。可以跟这个4.4厘这 V8 PHEV 的 M5 差了一点点，差了0.3秒，因为那个最新的 G90 M5 是3.5秒，所以那个 M60 你从这个 i5 eDrive 40加多一个79000块，就可以拿到那个 i5 M60。那个就是双马达，然后你想到的设备全部都在那台车子里面，所以也算是一个仅次于 M5 的一个 M 型电动车这样子啦。还有什么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我们来讨论，也给大家复习一下。如果现在BMW 电动车其实主要还是被这个 SUV 占据嘛，他们的销量iX1、iX2 过后新款的 iX3 或者到 iX， 虽然 i7 更好啦。但你真的要让我选两 BMW 最好开的电动车，我会选择这个 i5。你看整个 steering 转向力度，没有一个东西是错的，全部都是对的。它的座椅、坐姿方向、方向盘的设计、方向盘的大小、flat bottom， 你在加速 ，brake 也 OK。你讲车重是2205公斤，但因为它不是。就 BMW、Mercedes 跟奥迪来讲，我觉得 BMW 抑制车重，这个地方做到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啦。So yeah， 有什么我们在留言区讨论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